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哥，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。上一期讲完融资，那我们这次接着讲融券。那融券到底是什么？融券怎么赚钱？融券相关的费用，还有强制回补跟轧空又是什么东西呢？还有哪一些是一定要知道的陷阱跟风险？凯哥今天一次会把这些全部都讲清楚，也请伙伴们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首先讲讲什么是融券。如果我们认为股票在未来要上涨，那我们要买进股票；那认为股票会下跌，我们当然就要卖股票。看涨其实很容易理解，那看跌其实对新手朋友来说很容易就混乱了。融券简单来讲，就是向券商借出股票来卖出，然后等股价跌下来再买回来卖给券商，赚取中间的差价。这种做法有个专业名称，也就是做空，台语叫做半康。那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是先买后卖，融券就是先卖后买。对新手来说，融券会有点难理解，是因为明明没有东西，那我们是要怎么卖呢？举个例子来说，有一档股票，目前假设它是100块钱，可是你认为它未来会下跌，这时候小明假设有这档股票，可是他没有要卖，那我们就先把小明的股票拿来卖，日后我们再买回来还给小明。也就是说，假如这档股票跌到90块了，那在这个时候把股票买回来还给小明，这样子中间价差就是10块钱，这样子应该就比较能理解了。所以融券简单来说，它就是赚价差就对了。再来是申请融券的资格，这部分跟融资是一样的，就是信用交易的资格，整户维持率也是共用的。申请信用交易的资格，我麻烦看一下右上角。那这个在融资就是上一篇文章里面有讲得很清楚，细节也可以看上一次连接。差别在于说，融券的自备金是比较高的，通常会是自备90%，所以杠杆其实蛮低的，只有1.1倍。而且有时候政策净空的时候，自备额还会再更高，甚至有到130、150的。这部分在净空令的影片我们也会说的比较详细，那我们这里就不多说。第三，什么样的情况会用到融券？第一种当然就是看坏某只股票，我们会觉得它会下跌的时候，我们就放空来赚取价差。第二种情况则是在避险套利的时候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假如我们参与股票抽签，抽到了股票，那当它明显有价差的情况之下，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融券来放空对锁，把这个获利给对锁住，把中间的这个时间风险就把它规避掉了。这也是凯哥比较建议的一种融券的使用法。再来，我们要讲一下融券的费用的计算。融资是借钱买股票，所以我们要给他利息。融券则是把钱先放在别人那边，所以反而有利息是可以拿的。那融券的利率每家都会不太一样。融券因为是借人家的股票来卖，所以它会多一笔手续费用产生。融券手续费也就是借券费，它的计算方法是成交价乘以股价乘以融券的利率。顺带一提，这个部分一样能跟券商谈，凯哥这边一样点到为止，不方便多说，懂得都懂，它是可以谈的。融券回补完后会有多一笔收入，也就是融券的利息，那等于保证金加上担保金乘以融资的利率乘以天数除以365天，虽然不多，可是不无小补啦，总比是给人家利息好嘛。那再来我们要讲很重要的就是融券的风险，股价是没有上限的，所以融券的亏损理论上它是没有上限的，因为股票它是可以一直往上涨的嘛，这也是空方最大的风险。所以融券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把它丢着，这比融资只把它丢着还糟糕。倘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预备金，那融券它会一直往上嘎，一直往上嘎，嘎到没有天花板的。所以一定要注意，只要是有用杠杆的话，我们还是不要把它丢在那边都不动，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那这里先跟伙伴们说个故事，2021年的 GameStar 事件，也就是游戏驿站轧空事件，这在当时是闹得非常大的，甚至还有拍成电影，电影的片名叫做笨钱效应，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去看看。以台股来说，如果放空股价涨停锁死，一样会造成买不到股票回补，而造成持续的轧空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再来就是强制回补的风险，每年除权息跟股东会，融券会被强制回补，这部分要注意一下最后的回补日。这两个时间点，如果市场上融券余额太多，也比较容易会造成轧空的行情，做空的伙伴们也要注意一下哦。还有就是如果比较小型的股票或是热门放空的标的，也会发生没有券可以空的情况。所以如果真的有
有需求比较需要放空的伙伴们，也可以找比较大的券商开户，又或者是多开几个证券户，这样需要用到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又或者是说，我们可以直接找看看有没有股票期货，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哦。凯哥说了那么多，其实不难发现，空方其实是比较吃亏的。不过这一样是一种投资的方式跟工具啦。如果说真的大市场都在往空走，或者是说真的有对某一档股票会有自己的看法，并没有规定说不能做空，只要能赚钱的工具的方式都是好工具好方式，不需要去预设立场，也不一定非要做多才能赚钱，只要掌握好时机，我们一样都是可以获利的哦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有帮助的话，记得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咯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。